清月听闻您的事迹，从见您的第一眼起，就下定决心。生是世子殿下的人，死是世子殿下的鬼。但清月没有想要破坏您和世子妃的关系，清月……起来吧。春宵苦短，不负佳人。世子殿下，你轻点儿。世子殿下，你弄疼我了。世子殿下，清月只想服侍您。什么第一次、第二次、第三次？李叔白，我真是失心疯了才会相信你。你是谁？楼主说你坏了星月楼的规矩，该死。可我的时辰还未到。不关我的事，我的任务就是杀了他。小姐，你先进。红玉，红玉，小姐，我没事，别管我，去追他。菊子，我会铲下你一条手臂，跟楼主交差。少废话！看来你还不够聪明，一会儿春伟就会带着李叔白的人头来了。菊子，春伟天生淫媚，最是喜欢男人，你也不用着急，或许他们现在正在颠鸾倒凤，快活无比。不要脸！看来楼主猜的没错，你是真喜欢他，几句话就让你乱了方寸。别动，等我。你是谁？要你命的人。轩晓，就李叔白。放心吧，他没事。清月朦胧映云叠，暗香烛火照今夜。凤凰湖滨柔细雨，别动，再动我把你扔着。侧卧木塔引你，双瞳见水一见你，回到禅夜。姑娘醒了，公子吩咐了，让你醒了之后把这药喝了。大娘，你说的公子是？我也不知道，他总是戴着面具，让我叫他公子。
喧嚣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哦，这里是公子在京城的西郊别院。爹啊，我看你是真不心疼我，咱们就分家另过。你和我哥呢，就去西郊别院住。难道他们？哦，公子还说了，李淑白和红玉没事，你不用担心他们，好好休息吧。等等，大娘，您怎么称呼？叫我孟婆。他喧嚣，3年前救我的那个人，是你吗？是。真的是你。我加入星月楼，第一次任务就遭到了埋伏，却碰巧遇到了你。为什么要救我？那次只是巧合。那这次呢？也是巧合吗？或许是缘分吧。云英。你到底是谁？你还知道些什么？为何我的期限明明还未到，楼主却说我违背了星月楼的规矩，要下令追杀我？星月楼的规矩，你可曾还记得？只要杀手们有任何异动，他就会毫不留情地下追杀令。3年前，我从死牢逃出来后，就义无反顾加入了星月楼，因为他们说星月楼是惩奸除恶、鸣冤昭雪的组织。我想知道，当年那个上奏朝廷说我爹私通西夏的人是谁，找到我爹冤死的真相。王爵一事，你难道不觉得蹊跷吗？明日王爵会在兰陵池出现，届时便是你出手最好的时机。你这是早有准备啊！原来他让我去刺杀王爵，实际上是想要杀我。难怪什么？我在他给我的最后一份情报中发现了端倪。楼主田干这个老贼，原来他一直利用我父亲的死，让我替他卖命。可万万没想到，他自己也会有百密一疏的时候。你我不过是星月楼的一枚棋子，无用则弃。对了，当年你爹身边有一位年轻的武将，叫董其风的，你可曾记得？你知道齐风哥？你能说说他生前的事吗？越详细越好。齐风哥比我大6岁，对我很好，是我爹身边最得力的武将。除此之外，也没别的了。对你很好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对我很好，我的武功都是他教的。我爹出事之后，我就被关进了死牢，是齐风哥拼死救的我。他是因救你而死。我被关进天牢后，齐风哥救我出来，我们一路被官兵追杀，最后逃到了悬崖边上。我们俩都筋疲力尽。拿下！我亲眼看见齐风哥被一刀劈下了悬崖，我也转身跳了下去。但
但是幸好我被树枝挂住了衣服，逃过一劫。那你爹当年有没有因为什么事情惩罚过董启峰？好像是有一次，大概在我爹出事半年前，不知道因为什么，我爹打了他100军棍。从那之后，启峰哥就渐渐对我疏远了。原来是因为这个。看来是我小瞧你们了，终究是养虎为患。原来这一切都是因为我。董启峰也是因为救我而死。能在你爹心上动手脚的，应该是他。不过上奏朝廷的，一定不是。如果我告诉你，他没有死，你可敢见他？我怎么也没有想到，陷害我爹的人，居然是你。月英，你杀了我吧！当初王爷痛骂了我，打了我100军棍。我在养伤的时候，有人找到了我，让我和西夏的使者接触。他们答应我，等事成之后，可以让我得到你。我就鬼迷心窍的答应了。我趁王爷不注意，把密函放到了王爷的行囊中。其实我在密函上做了手脚，仔细看是可以发现，那不是王爷的亲笔信。月英，我从没想到王爷会因此而死。我没有机会反悔了。这封密函我到现在都没有找到。密函在我手上，我一定会替父鸣冤的。董启峰，虽然我爹当初罚了你，但你背信弃义，害我全家悲伤，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。你要用你的一生来赎罪。英英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董清风，星月楼已经下了追杀令，要取英性命。你入星月楼最早，那你可知道楼主天干到底是谁？月英，其实我也不知道楼主真实的身份。我猜测他跟朝廷的官员脱不了干系，因为在刺杀任务当中，有一半都是针对朝廷官员，而且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十恶不赦，甚至很多人都堪称无辜，有些证据都是捏造的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看见他走进了六皇子的宫邸。董清风，当初你养伤期间接近你的是谁？我没有看清他的脸，他自称是陆谦。陆谦已经被斩首，现在是死无对证。你放我出去，我帮你们抓楼主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囚禁我，冒充玄霄？
你不是玄霄，那你是谁？李书白。车马浮沉，桩桩心愿，寻香百度，身份浅浅。缘就缘缘，情意深绵，不过是镜花水月，过眼云烟。长袍面具，手心不移，偏爱无疆，带意微笑。一人一剑，锋芒乍现，终将会十指交扣，且逐人间。云英，你听我说，我不是想骗你，我只是担心你一时接受不了，想找个合适的时机再跟你解释。3年前，有一个人救下了我，我为此找了他3年。可你明知道，我找的那个人是你，却始终装傻，是在看我笑话吗？云英，不是这样的。3年前，有一个女子让我心心念念，我也一直寻她未果。当我发现你的身份的时候，我开始犹豫了。我不相信一个惩恶扬善、侠肝义胆的你，会是一个不分青红皂白的杀手。那你为何不早点告诉我？朝廷上下暗流涌动，危机四伏。如果过早暴露我的身份，只会为你带来杀身之祸，甚至连累更多无辜之人。李书白，我们不是一路人。我不是江玉霄，也不是你的世子妃。我是云英，是西北王云景的女儿，是罪臣之女，更是一个杀手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我真的杀了你？我不在乎你是谁，也不管你有几重身份，我只相信眼中的你。3年前，当我救下你的那一刻起，我便相信，那是我们缘分的开始。你愿意再相信我一次吗？云英，从前我是不得已，今后我会一直伴你左右，护你周全。云英，我从未如此笃定。我喜欢你。天地为媒，风化为正。我李书白，愿与云英姑娘生死相随，终不相负。星月流光相交接，逐鹿神难为心你要做什么？做我早就想做的事。歌在民间，青啼长鸣战不平，红雨剑下万物糟。请。
看出什么了？乱的。看来你们收集到的线索，就像这杂乱无章的麻将局。不愧是我夫人。让我们来捋一下线索。6年前，云景王被诬陷谋反；1年前，杜宇胜大将军率兵回朝，被构陷关押；数月前，清流之首陆谦被杀。3年前，我首次出镖遭暗算；1个月前，新月楼下镖杀你；几天前，楼主设局引我杀王爵。朝中清浊两派本针锋相对，但此后清流每年都有人死得突然。新月楼明面上是惩奸除恶，实际上却是在借刀杀人，铲除异己。没错，星月楼背后仍是朝堂之争。那星月楼之中知道真相，只有楼主。而今楼主站在了六皇子一方，那你呢？正统、正道、正派。我借镖杀你时，你恰好要娶江玉箫，你们怀疑江首府。我们确实在查江首府，不过顺序错了，是我要先娶江玉箫，然后接到了镖。难怪，我回门前去江府，让他配合我，竟异常顺利。府里凡是见过江玉箫本人的下人，连夜都给我换了。我知道了。江李两家联姻之后，我在你回门当日进了江首府的房间。果然，查到了什么？奇怪的是，什么都没查到。世子，我这没有，我这也没有。太干净了。他是故意的，他一定在炫耀。是他。糊了。殿下，尝尝。上次品出了清明，看看这次能不能品出是什么茶。金地雀舌。太子果然高瞻远瞩，金地雀舌着实形象。天干正是江首府，只是江首府背后之人，暂时还不确定。是不确定，还是不敢说呀？你在我面前不用这么拘束。好好的茶，就这样被糟蹋了，可惜呀。不过也好，这块茶渍存在了许久，正好把它清理干净。如今朝中的局势动荡，本宫又身处其中，处处受制。麻雀临死尚且具有反扑之力，剿灭星月楼一事还需暗中进行，切不可被人寻出了错处。围剿的时候，本宫会派人助你。舒白啊，你我师出同门，师兄这次就靠你了。舒白定不负所托。还有什么事？你我之间但说无妨。我查星月楼时，查到6年前云景王谋逆一案另有蹊跷。这些年，星月楼造成的惨案也颇多，
舒白恳请殿下，待我剿灭星月楼之后，重审云景王一案。自当是有冤鸣冤，只不过还需要找一个合适的时机。但云景王一案牵扯事情众多，当年又是圣上亲自盖棺定论，金口玉言，怕是……舒白明白。世子怎么特意提了云景王的案子？禀楼主，一个时辰前，我们的人看见侯府有辆马车在门口停了很久，怀疑是李叔白跟江玉霄回府了。继续派人盯着，有玄霄的消息吗？我们在各地的暗桩暂无回应。玄霄一直飘渺不定，这次怕是要和居资一起叛出星月楼了。寿星，这12阁之首的位置由你来做如何？楼主，此话怎讲？当今圣上昏庸，却时日不多，而太子品德败坏，不堪继承大统。这朝中势力我已掌握大半，只等圣上驾崩，我就会把太子拉下马，立6皇子为储君。我需要你彻底站在我这边，为我所用。我们12阁只不过是一些江湖人罢了，谁做皇帝又如何？我们只在乎钱，管他是盛世还是乱世。这江湖也归朝廷所管，你们江湖人用命换钱，而我是用权换钱，用钱换权。如果能制造乱局，再平息乱局，钱和权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。拜见首辅大人，真没想到楼主竟然是首辅大人。只要你不遗余力的效忠于我，我会给你你想要的一切。弄权者弄天下，贪财者贪人才。首辅是前者，我是后者。不分前后，你们虽说寄生在我身上，但是没有你们，我也活不了。我们是共生。怎么样，圣上要重审我爹的案子了吗？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，只是现在时局动荡，又缺乏证据，虽有物证，但缺乏人证。董其峰作为你爹的亲信，不可作为人证，除非江贼亲口承认。没事，这么多年都过来了，也不急于这一时。我和太子商量好了，1日之后子时，我会以玄霄的身份重回星月楼。届时，我与太子的人马里应外合，从此以后再无星月楼。不行，星月楼现在到处都在打探你的消息，此去危机重重，九死一生。我陪你一起。夫人，你忘了，我有铜皮铁骨在身，况且我能成为星月楼12阁之首，可不仅仅是因为防御强。可你的铜皮铁骨还不是被我的红玉剑取了一滴血？青提长鸣，斩尽不平。是，还是我家夫人略胜一筹。这红玉剑可有出处？青提长鸣，斩尽不平。这是父亲对我的教诲。自从父亲
蒙冤受死，我便夜不能寐。6年了，如今终于找到凶手，我定要手刃杀父仇人。所以明日让我陪你一起去。好，明日你陪我一起去。云英，对不起，我又失言了，但是我并无选择，我可以容忍别人将我踩在脚下，却见不得他人上一分毫。放心，我一定平安归来。李书白，世子妃，世子今天特意嘱托我们来好好陪着你，所以我们给你拿了一些吃食。如果你无聊的话，我们也可以陪你打麻将哦。我不饿，你们先去吧。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南萧，我们还是别去打扰世子妃了。世子妃大仇未报，如今世子又以身犯险，她一定很担心。我们还是让世子妃一个人静一静吧。我们在这里安安静静的陪着她。那好吧。书白，对不起，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天干这个老贼，废云家上下数十口冤魂冥躯，可谓数万枉死将士的在天之灵。楼主，你找我？玄霄，云英没有死。你喜欢云英那么多年，若不是当初云景王的侮辱，你又怎会爱而不得，深陷泥淖？刺杀李书白，既是帮我，也是在帮你自己。你屡次触犯楼规，我都可以既往不咎。你根本不是天干，你是在故意拖延时间。不好！江府。你说的对，从卷轴的线索来看，玄霄肯定有问题，就按刚刚说的办。是，不行，不能让李书白误事入局，我得知道他们的计划。
人怎么不见了？一定有机关。来人，把面具送到侯府，交给李叔白。殿下，行动开始了。月淡星曙，没入江河。住手！云英，站住！李叔白，你再敢往前一步，我便在他身上划上一刀。听说有人能挨千刀凌迟而不死，我今天倒想见证一下。住手！放了他，我任由你们处置。住手！住手！求你！不要！不要！要杀要剐，冲我来！我改变主意了，让你这么死掉也太便宜你了。我倒是挺感兴趣的，能让平南侯府世子不顾一切的女人，到底有多大的魅力？天干！还是让你查到了我的身份。你作恶多端，罄竹难书。你借用星月楼之手，陷害朝廷诸多重臣，还勾结西夏，陷害云景王，致我大奉西北边陲，战乱多年。你为一己私欲，置天下百姓于水火。风雨欲来，大战难免，哪一代不是这样？云景王在西北经营20余载，手中兵马数十万，你真的以为他没有弑君夺位、取而代之的心思吗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哼！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他若无谋反之心，就应适时的卸甲归田，在回京被围剿之时，就应弃剑投降。他不也杀了数十名禁卫军吗？更何况大奉西北百姓皆尊崇他，这一朝人心涣散，圣上为了他的事情是夜不能寐，噩梦连连。李叔白，你当真觉得云景王是靠我一人之力就能除掉的吗？
不是，是圣上要他死，我只是顺水推舟而已。李叔柏，枉你聪明一世，装疯卖傻，极力隐藏，这权术制衡之道，你还是不懂。权术？李叔柏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想拖延时间，等太子来，对吗？月淡星疏，没入江河。这天干果然狡诈。殿下，世子这是何意？我们的人已经准备好了。他们不在星月楼，在江府。我们有足够的证据围剿星月楼，却没有足够的理由出兵江府。我这师弟聪慧，我能在这动荡的朝中周旋至今，他功不可没。他可是我最爱惜的臣子啊！但没曾想，他竟然被一个女人给绊住了脚。云锦王一案一直是我父皇心中的一根刺，是不可触碰的禁忌。他这掺和进来，这把火恐怕迟早都要烧到我身上。让人散了吧。你以为你为太子办事，就是在匡扶正道吗？你也不过是太子手中一颗弄权的棋子而已。太子品性顽劣自私，根本不堪继承大统。还有你，菊次，我并非要杀你，且多次阻挠，让你别再查你父亲的案底，你却多次与我作对。你碰了不该碰的东西，就该知道有什么样的后果。破坏星月楼的规矩，都得死。好，念你这么多年，为我做了不少的事情。我就让你在黄泉路上有个伴儿！不要！李叔柏，念你这么多年，为我做了不少的事情，我就让你在黄泉路上有个伴儿！不要！李叔柏！铜皮铁骨，这是玄霄！太子真的来了！听我说，菊子，你听我说，你别冲动啊！我云家世代忠烈，从不畏死。我父亲征战沙场，戎马一生，从未有过异心。万万没有想到，因为你这个小人，我云家满门歼灭。今日
我就要为父报仇，也替西北数万枉死将士鸣冤。夫人，世子，我们收到世子妃的面具，就立马赶过来了。没想到天干这个老贼这么阴险。可是太子那边，围剿的时候，本宫会派人助你。师兄这次就靠你了。你醒了。你的伤怎么样？我有铜皮铁骨功，自然没事。都是你。双瞳见血一见明，回到禅夜。呀，我们豪气冲天，侠肝义胆，天不怕地不怕。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的江女侠也会怕呀啊！李叔白，我知道，你都是因为担心我。对不起，我不该擅自行动。可是，你为了我得罪了太子，值得吗？值得，因为你比任何人都珍贵。殿下，今日这阵稀奇啊！白子想要吃掉这黑子，还需要好多步。这黑子真是顽强。月旦星疏，更迭乃自然之象。江河涌动，渡不如疏，还需徐徐图之。舒白，你还是太着急了些。师兄，昨日之前，我从未怀疑过你我二人的情谊，却没想到，你只是拿我当一枚棋子。不过太子殿下应该了解我，就算我什么都不是，只是一枚棋子，我李书白要做的事情，没人拦得住。除非我死。太子殿下，我已为你除去江首府这最大的祸患，朝中其他势力已构不成威胁。六皇子大势已去，从此你我二人各跑断翼。
殿下，放肆！来人啊！让他走！车马浮沉，桩桩星月，寻香百度，身份浅浅。缘就缘远，情意深绵，不过是镜花水月，过眼云烟。长袍面具，手心不移，偏爱无疆，带一微笑。一人一剑，从此以后，我不再是星月楼的杀手，也不是太子的暗团，我是侠女云英的同道中人，是侯府世子妃的夫君。云英，从此以后，你不再是一个人，无论快意恩仇，我都会与你一同分担。你可以一往无前，义无反顾，我定会护你路远。云英，我们成亲吧。年年有生死相守，寒而有春，花便开。江玉箫就赶紧收起飞镖。世子可真厉害！滚！李叔白被撞傻的事情一下子就在府里传开了，他竟然连自己的亲爹都不认识，拿着棍子追着他爹满院跑，说这人是冒充的。最后还是江玉箫阻止了他。可李叔白不仅不认识他爹，就连自己的亲哥哥李书凡也不认识。于是他们便请了御医来给他看病，结果御医却说这病只有江玉箫才能治。世子年轻力壮，精力旺盛。如果世子妃能适当的满足世子的需求，你说的什么话？红玉赶紧提醒江玉箫注意，江玉箫这才收住自己的脾气，然后问御医要如何满足李书白。为什么不能满足啊？再说一遍，你为什么对心子如此凶悍呢？哎呀，难怪他硬生生的要憋出病来啊！哎呦，可怜呐！江玉箫一个眼神就把御医给吓跑，然后把丫鬟也全部赶走。我要给世子治病。前一秒两人还在眉目传情，下一秒李书白就被江玉箫按到了桌子上。那个人是不是你？李书白禁不住他这么折腾，就满口承认是他。江玉箫一听立马就放开了他，可李书白承认的只是他拿了他的簪子送给丫鬟，并不是什么3年前的事。于是江玉箫便问他鞋子上的宝瓶是怎么回事，结果李书白说全府上下所有男丁都有。江玉箫不相信他说的，就跑到院子里去查看，没想到所有男丁的鞋子上果真都有这个宝瓶图案。虽然没办法知道救他的人是谁，但至少能确定是平南侯府的。而李书白其实也没有争锋，并且他也知道自己就是江玉箫要找的救命恩人，但他就是不告诉他。而且他还知道江玉箫也是一名杀手，为了弄清楚江玉箫为什么要杀他，他便决定跟江玉箫玩一个游戏，随后就来到房间找江玉箫。我爹说让咱们赶紧生个孩子。丫鬟红玉想趁机杀了李书白，却被江玉箫阻止，还让他先出去。等红玉一走，李书白就开始脱衣服，江玉箫也不甘示弱，就开始在他面前搔首弄姿，露出他漂亮的大白腿。李书白，那你知道怎么生孩子吗？男人一进门就开始脱衣服，女人也毫不逊色，开始变得妩媚起来。李书白，那你知道怎么生孩子吗？我当然知道。李书白走进江玉箫，而此时江玉箫已准备好要刺杀他，结果李书白来一句：哎呀，我喜欢顺利，我爹和我说了，一起睡觉就能生孩子。我想睡，别早点睡。说完就躺下去睡觉。此时江玉箫闻到了李书白身上的味道，竟然跟3年前救他的恩公身上的味道一样。可是看着他那白痴样，就觉得他恩公绝对不会是李书白。就在这时，丫鬟红玉在外面用暗号呼叫江玉箫，江玉箫立马就起身去找红玉。红玉提醒他明天就是回门日了，可他是替嫁的，回门不就露馅了吗？于是他半夜潜入江府，把刀架在江首府的脖子上吓唬他，然后在他面前摘下面具。爹，我是玉箫。可江首府怎么会不认识自己的女儿？眼前的这个人根本就不是。从现在开始，我
就是你的女儿江玉箫。江玉箫把她女儿跟别人私奔，她代替真的江玉箫嫁给世子的事情告诉了他，让他明日回门的时候不准揭穿她，并且要他把认识江玉箫的人连夜打发走。更何况这门婚事是皇帝御赐的，一旦拆穿便是欺君之罪。江首府也只好照打。到了第二天回门，一进门就发现整个江府除了江首府，居然连一个下人都没有。江首府告诉他，府里的人个个都认识玉箫，如果不是我老婆死得早，连他我也一一的休了。现在没办法，也只能这样了。另一边，李淑白带着侍女正在江首府的书房查找他勾结乱党的证据，而红玉跑过去告诉江玉箫，李淑白不见了，并且他的4个丫鬟也不知道去哪。江玉箫立马就察觉到了不对劲，就立刻跑去找李淑白。当他找到江首府书房的时候，发现书房的门锁是开着的，就准备进去查看。可就在这时，他突然听到外面喊世子的声音，就赶紧跑了过去。丫鬟们说世子为了跟红玉玩捉迷藏，自己跳进了井里。随后丫鬟们就把李淑白抬回了侯府，侯爷就赶紧派李淑凡去宫里请御医。就在李淑凡出门的那一刻，江玉箫与他擦肩而过，从他身上闻到了恩公的味道。宝瓶鞋，药效，还会武功，难道是他？男人掉进井里，性命危在旦夕，但是他爹却只关心儿媳有没有受伤。爹啊，我看你是真不心疼我。李淑白建议让他爹干脆搬去西郊别院住，也省得每天来气他。他爹一听，傻儿子好像恢复正常了，高兴得不得了。可转眼就拿出了家法交给儿媳妇，让他可劲收拾他儿子。等所有人离开之后，江玉箫就要对李淑白执行家法。你该不会真的要谋杀亲夫吧？你骄奢淫逸，无恶不作，今天你死定了！李淑白气不过，一出门就对着江玉箫破口大骂：“你悍妇，泼妇，你个丑八怪，你个黑寡！那是黑寡妇，她要是黑寡妇，那我不就嗝屁了吗？你个……”李淑白一看到江玉箫，吓得一句话都不敢说了。说谁是丑八怪？结果可想而知，李淑白又被打了一顿，还被丫鬟们嘲笑。另一边，江玉箫正在看李淑凡练剑，而李淑凡身上散发的味道，就是他恩公身上的味道。他怀疑李淑凡就是他要找的恩公。此时，李淑白突然出现在他面前，表情一下子就变得凶狠起来，对着李淑白又是一拳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李淑白也来到了房间，江玉箫就开始紧张了起来。毕竟李淑白现在恢复了正常，万一真要跟他生孩子怎么办？你站住！你不准上床睡！可李淑白才不管这么多，当着他的面就开始宽衣解带，然后扑到江玉箫的面前。春宵一刻值千金啊，夫人。老虎不发威，真当我和那些被你轻薄的女人一样娇弱？江玉箫举起手准备打李淑白，这时衣服突然掉了下去，被李淑白看个正着。江玉箫见后立马一记耳光扇过去。你个熊猫眼，再敢上来，我就把你的头拧下来，拿去喂猪！随后就把被子扔给李淑白，没办法的李淑白只好睡在地上。眼看杀李淑白的期限就快到了，江玉箫为了尽快找到自己的恩公，就拿着面具偷偷出去了。紧接着李淑白也拿了自己的面具，跟着江玉箫出去了。江玉箫来到李淑凡的房间，逼问他3年前立夏那天他在哪里。李淑凡告诉他，那天他们全家都在宫里赏莲，只有李淑白称罪在家。江玉箫得知李淑凡不是他的恩公后就离开了。一直守在窗外的李淑凡见江玉箫并没有对哥哥不利，也对他放下了戒心。江玉箫一出门，又看到一个人影闪过，他立马就追了上去，一路追到了树林。江玉箫扔出一个飞镖，李淑白却并没有躲，因为他有铜皮铁骨护身，暗器根本伤不了他。江玉箫立马就认出了他是星月楼12阁之首玄霄，但江玉箫并不怕他，反而对他发起了攻势。两人在打斗之际，李淑白的手指竟然被江玉箫割伤了，这也是李淑白没有想到的。有点意思，你要来真的？不然呢？废话。随后江玉箫就追着李淑白杀去，江玉箫追到一片竹林，这时李淑白忽然出现在他身后，他刚转过身，一把利剑就向他刺来。此时竹子把江玉箫弹了上来，李淑白立马就收回自己的剑，顺手就把江玉箫搂在了怀里。锁住你了，别动。此时江玉箫在他的身上也闻到了恩公的味道，可眼前这人是星月楼的杀手玄霄，会是他的恩公吗？李淑白拿走了他的红玉剑，并再给他3日去杀李淑白，如果到期未完成任务，死的就会是他江玉箫。江玉箫回到房间后，看到李淑白睡得正熟，就打算趁此机会杀了李淑白。可当他拿出毒针准备刺杀的时候，却被李淑白一个反手将毒针扎在了自己的腿上。他拔掉毒针准备再去杀李淑白，可却突然感到头晕目眩。夫人，糟了！女杀手趁丈夫熟睡想要刺杀她，却被丈夫一把拉到了床上。夫人，我做梦梦到你了，
江玉霄感觉到不对劲，就晕晕乎乎往门外走去，可门却被锁。原来是李叔白他爹为了早日抱上孙子，故意把他们俩锁在房内。李叔白也察觉到了不对劲，这时他看到了桌上的一个香炉，才意识到被他跌下了迷烟。他赶紧封住自己的穴位，并叫江玉霄跟他离开这里。可江玉霄却一掌将他打倒，李叔白的头被磕到了桌子上。他爹一听到屋里的叫声，就觉得这孙子抱定了。为了不让别人打扰他们，就把钥匙给扔到了水里。江玉霄拿出匕首，想要趁机杀了李叔白，可他不仅中了迷烟，还中了自己的毒，很快就毒发倒了下去。这一倒刚好就亲在了李叔白的嘴上。等江玉霄再睁开眼时，发现自己亲了李叔白，就赶紧起身远离他。可江玉霄已经支撑不住，直接晕倒在了李叔白的怀里。李叔白抱起江玉霄，踢开窗户就一起跳进了湖里。为了救江玉霄，李叔白就在水里给他肚脐，把他救上去后，还亲自给他喂药，可就是喂不进去。为了让江玉霄把解毒的药喝下去，李叔白只好嘴对嘴给他喂药，还真就喝下去。可这时江玉霄突然咬住李叔白的嘴唇不放，李叔白痛得直喊疼。江玉霄睁眼看，立马将他推开。李叔白，这个流氓，我要杀了你！不是你想的这样，我只是为了救你。杀了你！我的第一次、第二次、第三次都没了。江玉霄起身想找李叔白算账，可结果一个没站稳，又扑倒在了李叔白的身上。第四次也没了。这时丫鬟们进来了，看到他们俩趴在一起，就赶紧跑过去将他们俩扶起来。江玉霄一气之下就把李叔白赶了出去，随后赶紧让红玉把他的簪子拿来，服下了自己的解药。不久后，星月楼又出了刺杀任务，目标是东陵王党王爵。于是江玉霄就接下了此次任务。玄霄也并没有跟江玉霄争，而是主动让给了他。当晚，江玉霄就潜入了王爵府邸，却没想到李叔白也在这里。江玉霄以为李叔白跟王爵是一丘之貉，却不知道李叔白是特意来调查王爵的。他现在还没有查到线索，不能让王爵就这么死掉，于是便弃王爵党了一镖。没想到的是，王爵竟然早有准备，江玉霄这才意识到自己中了埋伏，现在也只好拼杀到底。李叔白见江玉霄敌不过，就赶紧拔掉身上的镖甩了过去，关键时刻救下了江玉霄。江玉霄就趁此机会一剑将王爵给杀了。回去之后，江玉霄在门口偷听到丫鬟们的谈话，原来李叔白去王爵府救了一个罪臣之女，难道他真的误会李叔白了吗？为了感谢他刚才救了自己，江玉霄就想着给他送药过去，可又担心自己的身份暴露，就一直在门口徘徊。想来想去，还是决定先进去再说。可当他一开门，李叔白就在门口，还一把将他抱了过去。过了天之角，你可曾看那红尘纷扰，回来跟桃花聊一聊。杀手妻子去给丈夫送药，一进门就被丈夫搂了过去。对江玉霄来说，这确实来得有点猝不及防。夫人，看够了吗？这时江玉霄不小心把药掉在了地上，李叔白循声看去，江玉霄就立马将他的头转过来，然后说没看够。江玉霄借着李叔白慢慢靠近他，用脚努力去够药瓶，可怎么也够不着。这时丫鬟突然进来了，江玉霄立马踢开药瓶站了起来，然后把药瓶踢到桌子底下去。丫鬟告诉李叔白，他救回来的陆姑娘醒了。江玉霄立马给李叔白拿衣服，让他赶紧过去。没想到李叔白走过来丢给他一句话，今晚等我，然后就走了。这可把江玉霄撩坏了，整个人都不淡定了。随后江玉霄就回到了星月楼，拿到了他想要的情报。可当他打开情报一看，发现上面的云字有点奇怪，就赶紧拿来他爹的亲笔书信做对比。果然这不是他爹的字迹，这份情报被人动了手脚。那么他爹当年谋反就是被人诬陷的。在江玉霄换衣服的时候，李叔白走了进来，看到了江玉霄后背留下的烙印，才发现原来他也是罪臣之后。这时江玉霄发现有人偷看他，就扔了飞镖出去，结果反被李叔白抱住。别动！江玉霄得知李叔白是来赴3日之约，就立马告诉他，李叔白不能杀。为什么？随后就拿出了调查